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的视频是一个小白教程，我将会详细的一步一步演示如何通过国内的银行将美元电汇到国外的银行账户。要在中国大陆去申请一张美国银行的卡，可以完美的解决资金出入境的所有的问题。开出场到底是怎么用的？开设 vivo 华美银行最关心的50个问题，可以绕过国内的外汇管制。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在 vivo 华美银行里面去存2500美元？如何去开设德美利证券的证券账户？美国银行账户中的钱到底要不要交税？如何向自己的券商账户去注入资金？我的电报群里面频繁有小伙伴问我如何将国内的资金转移到国外。很多小伙伴想着我要去通过比特币，我要去通过一些换汇的公司，通过这些渠道来把自己的资金转移到国外。其实的话，我这些方法的话都是不太建议大家去进行操作的，因为的话毕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比特币的话，它本身是一个好东西，但是的话，可能也被很多人玩坏了。很多人的话拿它去进行一个洗钱，尤其是银行，如果说收到比特币交易所所发过来的一些美元的话，一般都是会比较精神紧张的啊。所以说，如果大家是比较大额的话，不建议去通过比特币这样去进行交易。如果说你的资金来源合法，不建议大家去通过比特币来进行这样一个操作。其实国内银行的电汇服务的话，基本上是能够满足我们一些境外投资一些需求。你一个人的话，一年有5万美元的一个额度，也就是40万人民币。你的家人、亲戚、朋友的话，再去周转一下，基本上你一年的话，搞它个100-200万人民币出去的话，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的话，我还是强烈的建议大家去通过银行电汇这样一个方法来把自己的资金去转移到境外的银行账户。有一部分小伙伴之所以没有选择电汇，他可能会觉得电汇的话是比较麻烦的一个方法，而且的话，中国的外汇管制也是比较严的，很有可能我去电汇的话没有成功，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电汇这条路子走不通。其实不同银行，甚至同一个银行不同的支行，它的一些外汇的政策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有一些银行的话，它外汇管得比较严，可能你去汇款的话没有办法去成功，但是你换一个银行的话是很有可能是成功的。然后根据我的测试的话，目前成功率最高的是建设银行。我根据群里面小伙伴的分享，目前通过建设银行去进行电汇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失败的，而且最高有的小伙伴汇了3万美元也是顺利成功的。也有一些小伙伴觉得电汇的话，它的费用很不划算其实银行电汇的话，它是电汇的金额越大是越划算的。你汇1000-2000美金的话，它可能它的手续费、电报费加上中转行费加起来应该是有300人民币左右。但是你汇1万2万美元的话，它差不多也是这样一个固定的一个费用所以说电汇的话，其实它的费用是最经济的，而且也是最省心、最安全的一种方法，也是我最推荐大家的一种方法。今天的话，我就以建设银行、手机银行为例，一步一步的教大家如何去通过人民币购汇美元，然后如何把美元去电汇到国外的银行账户。我的这个频道主要是讲境外资金账户的办理、境内外资金的流转以及个人理财的一些方法。如果说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的话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内容的更新啦。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好的，我们现在打开建设银行的手机 APP， 然后搜索结售汇。在结售汇这里的话，我们直接去点击美元。好，在结售汇这里我们点击美元，然后去阅读一下它的一个个人购汇申请书它是一定要30秒的时间去阅读，你阅读完成之后的话才可以进行下一步。这个购汇申请书的话，主要是这个有几点。第一个的话就是不得以虚假申报个人的购汇信息，不得提供不实的证明材料，不得出借本人便利化的额度协助他人购汇，不得利用他人的便利化额度实行分拆的购汇，然后不能去境外的买房、投资、购买保险这些，然后不能去洗钱、逃税这些规定的话，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去看一下，自己在填写那个购汇理由的时候，一定不要去
触碰这几条红线，要不然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成功的。好的，我们下面的话继续。然后购汇的话，我们建设银行这边的话，它会显示你本年度已经购汇多少钱，然后剩余购汇多少美元。然后购汇额度的话，它最低购汇是10美元。旅游的话，我们就直接选择因私旅游，其他的话不建议大家去选，因为的话你选其他的话，银行万一要你提供你去用这笔资金的一个证明材料的话，你是很难去提供的啊。预计停留的期限的话，那个大家一般写15到30天之内就可以了，你不可能去旅行1年2年吧，而且你的签证肯定也没有那么久的时间吧，所以说大家一般去写15天到30天左右就可以了。好的，预计用汇的时间的话，它的格式是先年，然后再月。输月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1月的话就输01啊，8月就输08。好，这边的话，然后继续去点击下一步就可以购汇成功了。这时候的话，你的账户里面就会有那个美元了。然后我们下一步的话，那个去进行美元的一个汇款。好，我们到那个转账这里去选择外汇汇款。好的，汇款的一个金额啊，汇款的一个金额的话，你在这边看到上面有个付款的子账户啊，你刚刚购汇成功之后的话，你的付款子账户这个美元有多少钱的话，就会显示在这里。在这里收款人的一些信息的话，大家那个去直接去输入收款方的一些信息就可以了。大家去转的时候，一定是要去转到境外的个人账户，最好是个人的同名账户。如果说你转到境外的一个机构，比如说券商的它的一个收款人是券商的名字，或者说收款人是什么公司的名字，这样的话基本上是不能够通过那个审核的。好，我们这边以 Velo 美国华美银行为例啊，我们到 APP 里面去获取一下它的一个收款的信息。这边的话它很方便的，直接点右边的这个复制，把它的这些账号啦、地址啦这些信息去复制过去就可以了。好，大家要注意一下，这边的话去收款人的时候，他那个收款人的地址的话，我这边就收款人的话，这边的话国家的话你就选那个 USA 美国，城市的话直接 Velo 的银行所在的城市，收款人的地址的话写那个 Velo 银行的一个地址就可以了。然后这个代码、开户行的名称、开户行的地址的话，直接去把 Velo 银行这个信息给复制过来就完全可以了。好了，之后的话，下面去选择一下国家。这个地方的话，国家是可以用中文去那个输入的啊。刚刚那个填地址那个地方，国家是必须是英文，你中文的话是输不进去的。好，然后后面的话，你确认一下你汇款的一个金额，然后去输入一下那个验证码。这样的话，你的一个电汇就算那个申请成功了。然后如果说是在工作日的时候，一般的话，你在下午4点钟之前去发起的这样一个电汇的申请银行在当天会进行一个处理。一般的话，在第二天那个美国时间一般的话在中国时间的话，第二天凌晨最快的话在晚上的时候，你的 Velo 银行的话就会收到这笔银行的汇款了。建设银行它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一般的话1个工作日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了。像其他的话工商银行啦、光大银行啦，还有招商银行，一般的话在3个工作日甚至5个工作日的左右的时间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是强烈推荐大家去使用建设银行这样一个渠道去进行那个对外的一个电汇。整体的话，电汇的流程是比较简单的以上的话就是简单的一个演示，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说你觉得我的视频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的话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内容的更新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